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特别实用的话题，如何用番茄工作法来学习中文。说起番茄工作法，我第一次听说还是在大学的时候，当时有个同学整天拿着一个番茄形状的计时器，我还以为他是在玩什么新奇的游戏呢。哈哈，我能想象那个画面，其实番茄工作法真的很简单，但效果却出奇的好，尤其是用来学习中文这种需要持续投入的语言，简直是绝配。对，我自己学英语的时候也用过。不过在我们深入讨论之前，可能有些朋友还不太了解什么是番茄工作法，咱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好主意，番茄工作法是由弗朗西斯科西里洛在1992年创立的一种时间管理方法。它的核心思想就是把工作时间分割成一个个25分钟的番茄时段，每个番茄时段后休息5分钟，完成4个番茄时段后休息15到30分钟。听起来很简单，但这种简单的方法却特别有效。我记得刚开始用的时候，总觉得25分钟太短了，学习刚进入状态就要休息，感觉很打断思路。我也有过这种感觉，但后来才发现，正是这种有规律的休息，让我能够保持长时间的专注力。尤其是学中文这种需要大脑高度集中的活动，如果一口气学2-3个小时，到后面效率会直线下降。没错，而且学中文真的是一个需要持续积累的过程，不是短期突击就能见效的。用番茄工作法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学习习惯，而不是3天打鱼2天晒网。说到这儿，我想先分享一下我自己是怎么用番茄工作法学中文的。我通常会把一天的学习分成几个部分，听力、口语、阅读和写作，每个部分用1到2个番茄时间来完成。这个分配挺合理的。我自己的话，因为工作比较忙，所以我会在早上挤出1到2个番茄时间，专门用来背单词和学习语法，晚上再用1到2个番茄时间来练习听力或者阅读。我觉得番茄工作法最大的好处就是它能让你明确知道自己每天投入了多少时间在学习上。很多人总说自己学了很久，但实际上可能只是坐在书桌前发了2个小时的呆。这个太真实了，我以前就是这样，打开书本，然后不知不觉就开始刷手机，一抬头发现过去了2个小时，但实际学习时间可能只有20分钟。对吧？番茄工作法就是要让你在这25分钟内高度专注，不被任何事情打扰。这样即使你一天只完成了4个番茄时间的学习，那也是实打实的100分钟高效学习时间。没错，而且我发现用番茄工作法学习中文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能帮你克服那种面对陌生语言的恐惧感。你知道的，很多人一看到那么多汉字就头大。是的，尤其是对于零基础的学习者来说，中文确实看起来很有挑战性。但如果你告诉自己，我只需要专注25分钟，这个心理负担就会小很多。对，就是这种感觉。25分钟而已，我可以的，这种自我暗示特别有用，而且完成一个番茄后，那种成就感会激励你继续下一个番茄。说到这儿，我想聊聊具体怎么把番茄工作法应用到中文学习的各个方面。首先是听力训练，这个对很多学习者来说是个大挑战。确实，中文的声调对很多外国人来说都是一个难点。我有个朋友学了好几年中文，但他的声调还是经常搞混，特别是第2声和第3声。这个问题很普遍，我觉得用番茄工作法来练习听力的一个好方法是在一个番茄时间内只专注于听一种类型的材料。比如第1个番茄时间听新闻，第2个番茄时间听对话，这样可以让大脑更好地适应不同的语境和语速。我也有类似的经验，我通常会在一个番茄时间内反复听同一段材料，直到我能听懂大部分内容。然后在休息的5分钟里，我会放松一下，让大脑消化刚才学到的内容。这个方法很好。对了，说到休息时间，我想强调一下，休息时间真的很重要。很多人会忽略这个环节，但实际上正是这些短暂的休息，让我们的大脑有时间整理和巩固刚才学到的知识。
完全同意。而且休息时间最好是真正的休息，不要去看手机或者做其他需要大脑思考的事情。我通常会站起来活动一下，或者喝点水，让大脑真正放松下来。对，这点特别重要。好了，我们刚才聊了听力，接下来说说口语训练吧。这个对很多自学者来说可能是最难的部分，因为缺乏练习的环境。是的，尤其是在非中文环境下学习的人。不过，我发现番茄工作法在口语训练中也很有用。我会在一个番茄时间内专注于练习某个特定的句型或者话题。具体怎么操作的？比如，我会选择一个日常话题，像介绍自己的家庭或者描述自己的一天，然后在一个番茄时间内尽可能多的用中文表达相关的句子。我会录下来，然后在休息时间听一听，找出发音不准确的地方。这个方法很棒，我也经常建议学生这么做。另外，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找语言交换伙伴，在一个番茄时间内只说中文，这样能够创造一个更真实的语言环境。对，现在有很多语言交换的 App 可以很方便的找到母语者进行练习。不过，我想提醒一下，在进行口语练习时，最好提前准备好要聊的话题和可能用到的词汇，这样能让番茄时间更加高效。说得太对了，准备工作很重要。接下来我们来聊聊阅读训练。中文阅读对很多学习者来说是个大挑战，因为汉字看起来很复杂，而且没有拼音的帮助，初学者可能会感到很吃力。是的，我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看到一页全是汉字的文章就头疼，但是用番茄工作法来训练阅读确实很有效。我通常会在一个番茄时间内专注于阅读一篇短文或者一个段落，不求快，但求理解。这个方法很好。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在阅读训练中，可以根据自己的水平选择适合的材料。初学者可以选择带拼音的儿童读物，中级学习者可以尝试简单的新闻或者故事，高级学习者则可以挑战小说或者专业文章。对，材料的选择很重要。我有个朋友一开始就尝试读《三国演义》原著，结果挫败感特别强，差点就放弃学中文了。所以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水平的阅读材料。没错。另外，我想说的是，在一个番茄时间内，最好专注于一种类型的阅读策略。比如，第一个番茄时间可以专注于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第二个番茄时间可以专注于学习文章中的新词汇，这样能让学习更有针对性。这个建议很实用，我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对了，我们还没聊到写作训练呢。是的，写作可能是4项技能中最难的一项，因为它需要综合运用词汇、语法和表达能力。但是番茄工作法在写作训练中也很有效。我的经验是在一个番茄时间内设定一个明确的写作目标，比如写一篇短日记，或者回复一封邮件，不求多，但求精。对，写作最重要的是持续练习。我建议学习者可以每天用一个番茄时间来写日记或者短文，坚持下来会看到明显的进步。我觉得写作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能帮助你巩固所学的词汇和语法。当你尝试用新学的词汇和句型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时，这些知识点会更牢固地存在你的记忆中。说得太对了，学习语言最重要的就是输入和输出的平衡，光听不说，光读不写，效果肯定不好。没错，说到这儿，我想聊聊如何用番茄工作法来学习汉字。这可能是很多学习者最头疼的部分。是的，汉字对于非汉字文化圈的学习者来说确实是一个大挑战，但是用番茄工作法来学习汉字也很有效。我通常建议在一个番茄时间内专注于学习5到10个新汉字，包括它们的发音、意思和写法。这个数量很合理。我自己的经验是，学习汉字最好结合一些记忆技巧，比如分解汉字结构，或者创造一些与汉字形状相关的小故事，这样更容易记住。对，这些记忆技巧很有用。
另外，我想强调的是，学习汉字需要大量的重复和复习，可以专门安排一些番茄时间用来复习之前学过的汉字，这样才能真正掌握。说到复习，我有一个小技巧，我会把需要复习的内容分类，比如今天复习的是关于家庭的词汇，明天复习的是关于工作的词汇，这样能让复习更有条理性。这个方法很好，分类复习确实能提高效率。对了，我们还没聊到如何用番茄工作法来学习语法呢。语法这个可能是很多人的噩梦，尤其是中文的语法与很多西方语言有很大不同，没有时态变化，但有量词、助词等特殊的语法点。是的，但是用番茄工作法来学习语法也很有效。我通常建议在一个番茄时间内专注于学习一个语法点，包括它的规则和用法，然后做一些相关的练习。我的经验是，学习语法最好结合实际例句，而不是死记硬背规则。在一个番茄时间内，可以尝试用新学的语法点造一些句子，这样更容易理解和记忆。完全同意，语法学习最重要的是理解和应用，而不是背诵规则。另外，我想提醒一下，学习语法时不要追求一次性掌握所有的规则，而是应该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对，这点很重要。语言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耐心和坚持。番茄工作法正好能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学习习惯，而不是短期突击。说到坚持，我想聊聊如何用番茄工作法来保持学习动力。很多人开始学习中文时热情高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热情逐渐减退，最后放弃了。这个问题很普遍。我觉得番茄工作法的一个好处就是它能让你看到自己的进步，你可以记录每天完成的番茄数量以及学习的内容，这样能给你一种成就感。对，可视化的进步确实能增强动力。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可以设定一些小的奖励机制，比如完成1周的学习计划后，给自己一个小奖励，可以是看一部喜欢的电影或者吃一顿美食。这个方法很好，我自己也经常这么做。另外，我觉得找到学习伙伴也很重要，可以和朋友一起用番茄工作法学习，互相监督和鼓励，这样能增加坚持的动力。说得太对了，社交支持在语言学习中非常重要。对了，我们还没聊到如何用番茄工作法来提高学习效率呢。这个话题很重要，我觉得提高效率的关键是合理安排番茄时间的内容，比如可以根据自己的精力状态来安排不同难度的学习任务。具体怎么操作？比如，我通常会在精力最充沛的早上安排一些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任务，如学习新的语法点或者生词，而在下午或者晚上，我会安排一些相对轻松的任务，如复习或者听音乐学中文。这个安排很合理，我也有类似的做法。另外，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在一个番茄时间内，最好专注于一种类型的学习活动，而不是同时进行多种活动，这样能让大脑更好的集中注意力。对，这一点很重要。多任务处理实际上会降低效率，因为大脑需要时间来切换不同的思维模式。没错。另外，我想提醒一下，番茄工作法虽然有固定的时间设置，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调整。是的，有些人可能觉得25分钟太短，可以延长到30分钟或者40分钟，而有些人可能觉得25分钟太长，可以缩短到20分钟或者15分钟。关键是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完全同意。番茄工作法的核心不是时间的长短，而是工作和休息的交替进行，以及高度的专注。对，这才是最重要的。说到专注，我想聊聊如何在番茄时间内保持高度专注，尤其是在这个充满干扰的时代。这个话题很重要，我的建议是在开始番茄时间前，先清除所有可能的干扰，关闭手机通知，远离社交媒体，创造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
这些都是很好的建议，我还会告诉周围的人我正在进行番茄工作法学习，请他们在这段时间内不要打扰我，除非有紧急情况。这个做法很聪明。另外，我觉得设定明确的学习目标也很重要。在开始番茄时间前，先明确这段时间要完成什么任务，这样能让你更加专注。对，目标明确能增强专注力。我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在番茄时间内，如果突然想到其他事情，可以简单记下来，然后继续专注于当前的学习任务。这样既不会忘记重要的事情，又不会打断学习的流程。这个方法很实用，我也经常这么做。好了，我们已经聊了很多关于如何用番茄工作法来学习中文的内容。现在我想听听你对初学者的一些建议。对于初学者，我的第一个建议是不要急于求成。语言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耐心和坚持。用番茄工作法可以帮助你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学习习惯，而不是短期突击。完全同意。我的建议是从基础开始，打好发音和基本词汇的基础，然后再逐步提高。用番茄工作法可以帮助你有条理地安排学习内容，避免一开始就被大量的信息所淹没。对，循序渐进很重要。另外，我觉得初学者应该多关注实用的日常表达，而不是过于学术化的内容。在一个番茄时间内，可以专注于学习一些日常对话或者常用表达，这样能更快地建立起使用语言的信心。说得太对了，语言学习的目的是交流，所以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是很明智的。对了，我还想提醒初学者不要害怕犯错。语言学习的过程中，犯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学习的一部分。是的，很多人因为害怕说错或者写错而不敢尝试，这实际上阻碍了学习的进步。在番茄时间内，可以给自己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勇敢地尝试使用新学的词汇和语法，不要担心犯错。完全同意。另外，我觉得初学者应该多利用多媒体资源来辅助学习。在一个番茄时间内，可以结合视频、音频、图片等多种形式的材料，这样能让学习更加生动有趣。对，现在有很多优质的中文学习资源，如语言学习 APP、YouTube 频道、播客等，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选择适合的材料。说到资源，我想提醒一下，选择适合自己水平的学习材料很重要。太简单的材料可能会让你感到无聊，而太难的材料可能会让你感到挫败。在一个番茄时间内，选择那些有一定挑战性但又不至于太难的材料，这样能让学习既有进步又有成就感。这个建议很实用，我自己的经验是选择那些能理解 70% 到 80% 内容的材料是最理想的，这样既有熟悉的内容给你信心，又有新的内容让你学习和进步。说得太对了。另外，我想强调的是，学习语言不仅仅是学习词汇和语法，还包括了解文化背景。在番茄时间内，可以专门安排一些时间来学习中国的文化、历史、习俗等，这样能让你更全面地理解语言。完全同意，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了解文化背景能让你更好地理解语言中的一些表达和用法，也能增加学习的趣味性。对，这点很重要。好了，我们已经聊了很多关于如何用番茄工作法来学习中文的内容。现在我想听听你对进阶学习者的一些建议。对于进阶学习者，我的建议是开始尝试更多样化的学习材料和方法。在番茄时间内，可以尝试阅读原版中文小说，观看中文电影或电视剧，听中文播客等，这样能让你接触到更地道的语言表达。这个建议很好。进阶学习者已经掌握了基本的词汇和语法，可以开始挑战更复杂的内容。在番茄时间内，可以专注于理解和学习那些更高级的表达方式，如成语、俚语、双关语等。对，这些表达方式往往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学习它们能让你的中文表达更加地道和丰富。另外，我觉得进阶学习者应该开始尝试用中文思考和表达自己的观点。
说的太对了，在番茄时间内可以尝试用中文写日记、博客或者小文章，表达自己对某个话题的看法或者感受，这样能让你的中文表达更加流畅和自然。是的，输出是语言学习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只有通过大量的输出练习，才能真正掌握一门语言。另外，我觉得进阶学习者应该开始关注语言的细微差别，如不同词语之间的细微区别、语气的变化等。这个建议很好，在番茄时间内可以专注于学习和区分那些意思相近但用法不同的词语，或者学习如何通过语气的变化来表达不同的情感和态度。这些细节往往是区分中级和高级语言使用者的关键。对，这些细节很重要。另外，我觉得进阶学习者应该开始尝试参与更多的语言交流活动，如语言交换、中文角、中文讨论组等。在番茄时间内可以准备一些话题或者问题，然后在活动中与母语者进行交流。这个建议很实用，语言交流能让你的中文表达更加自然和地道，也能让你接触到更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习俗。是的，而且通过与母语者的交流，你可以获得即时的反馈和纠正，这对于提高语言准确性非常有帮助。说到反馈，我觉得进阶学习者应该开始更加关注自己的错误和不足，在番茄时间内可以专门安排一些时间来分析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或者请教母语者或老师。这个建议很好，错误分析是语言学习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通过分析自己的错误，可以发现自己的弱点和盲区，然后有针对性的进行改进。对，这一点很重要。另外，我觉得进阶学习者应该开始尝试更多样化的学习方法，如角色扮演、情景对话、辩论等。在番茄时间内，可以与学习伙伴或语言交换伙伴进行这些活动，这样能让学习更加生动有趣。完全同意，多样化的学习方法能让你在不同的情境中使用语言，提高语言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另外，我觉得进阶学习者应该开始关注语言的社会文化背景，如地域差异、社会阶层差异等。这个建议很好，在番茄时间内可以学习和了解不同地区的方言和表达方式，或者不同社会群体的语言习惯，这样能让你的中文表达更加丰富和多样。对，这些细节很重要。好了，我们已经聊了很多关于如何用番茄工作法来学习中文的内容，现在我想听听你对高级学习者的一些建议。对于高级学习者，我的建议是开始关注语言的艺术性和创造性。在番茄时间内，可以尝试阅读和欣赏中文文学作品，如诗歌、散文、小说等，感受语言的美感和力量。这个建议很好，高级学习者已经掌握了基本的语言技能，可以开始探索语言的更深层次。在番茄时间内，可以专注于理解和欣赏那些精妙的表达和修辞手法，如比喻、拟人、对偶等。对，这些修辞手法往往能让语言表达更加生动和有力。另外，我觉得高级学习者应该开始尝试用中文进行创作，如写诗、写故事、写文章等。这个建议很实用，创作能让你更深入地理解和使用语言，也能让你发现自己的语言潜力和创造力。在番茄时间内，可以专注于某个创作主题或形式，然后尝试用中文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说得太对了。另外，我觉得高级学习者应该开始关注语言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在番茄时间内，可以学习和掌握某个专业领域的中文表达，如商务中文、医学中文、法律中文等。这个建议很好，专业领域的语言往往有其特定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掌握这些能让你在相关领域更好地使用中文进行交流和工作。对，这一点很重要。另外，我觉得高级学习者应该开始关注语言的变化和发展。在番茄时间内，可以学习和了解中文的历史演变，或者当代中文的新词新语。
完全同意，语言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了解这些变化能让你的中文表达更加与时俱进。另外，我觉得高级学习者应该开始尝试用中文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和交流，如哲学讨论、文化比较等。这个建议很好，在番茄时间内可以选择一个深度话题，然后尝试用中文进行思考和表达。这样能让你的中文思维更加深入和复杂。对，这点很重要。好了，我们已经聊了很多关于如何用番茄工作法来学习中文的内容。现在我想听听你对学习者常见问题的一些建议。一个常见的问题是学习动力不足，或者3天打鱼2天晒网。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建议是使用番茄工作法来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学习习惯，每天固定完成几个番茄时间的学习，不求多，但求坚持。这个建议很实用，习惯的力量是很强大的，一旦形成了学习习惯，就不需要太多的意志力来驱动自己学习了。另外，可以设定一些小的奖励机制，激励自己坚持学习。对，奖励机制很重要。另一个常见的问题是学习效率低下，花了很多时间，但进步不明显。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建议是使用番茄工作法来提高学习的专注度和效率，在番茄时间内排除所有干扰，全身心投入学习。这个建议很好，专注是提高学习效率的关键。另外，可以尝试不同的学习方法和策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说得太对了。还有一个常见的问题是学习内容遗忘快，今天学明天忘。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建议是使用番茄工作法来安排定期的复习，可以专门安排一些番茄时间用来复习之前学过的内容，这样能有效防止遗忘。这个建议很实用，遗忘是学习过程中的自然现象，但通过定期复习，可以显著减缓遗忘的速度。另外，可以尝试一些记忆技巧，如联想记忆、情景记忆等。这些方法在番茄时间内也能有效应用。对，记忆技巧很重要。还有一个常见的问题是学习内容太多，不知道从何入手。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建议是使用番茄工作法来分解和组织学习内容，可以把大的学习目标分解成小的任务，然后在每个番茄时间内专注于完成一个小任务。这个建议很好，分解任务能让学习变得更加可控和有条理。另外，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来优先安排学习内容，这样能增加学习的动力和效果。说得太对了。还有一个常见的问题是学习环境不理想，干扰因素太多。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建议是创造一个适合番茄工作法的学习环境，可以选择一个安静的地方，准备好所需的学习材料，告诉周围的人你正在进行番茄工作法学习，请他们在这段时间内不要打扰你。这个建议很实用，环境对学习的影响很大，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能显著提高学习的效果。另外，可以使用一些工具来辅助番茄工作法，如番茄钟 APP、白噪音 APP 等，这些工具能帮助你更好地执行番茄工作法。对，工具的选择很重要。好了，我们已经聊了很多关于如何用番茄工作法来学习中文的内容，现在我想听听你对学习资源的一些建议。对于学习资源，我的建议是多样化和个性化，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选择适合的学习材料，如教材、小说、电影、音乐、播客等，在番茄时间内可以专注于某一种类型的材料，这样能让学习更加有针对性。这个建议很好，多样化的学习资源能让学习更加全面和有趣。另外，我觉得选择适合自己水平的学习资源很重要。太简单的材料可能会让你感到无聊，而太难的材料可能会让你感到挫败。完全同意，在番茄时间内选择那些有一定挑战性但又不至于太难的材料，这样能让学习既有进步又有成就感。另外，我觉得利用网络资源很重要，如语言学习 APP、在线课程、语言交换平台等。这个建议很实用，网络资源丰富多样，而且大多数是免费或低成本的，非常适合自学者。
在番茄时间内，可以专注于使用某一种网络资源进行学习，这样能让学习更加高效。对，网络资源的利用很重要。另外，我觉得创建自己的学习材料也很重要，如单词卡片、语法笔记、学习日记等，在番茄时间内可以专注于整理和复习这些自创材料，这样能让学习更加个性化和有效。说得太对了，自创材料能更好地符合自己的学习需求和风格。好了，我们已经聊了很多关于如何用番茄工作法来学习中文的内容，现在我想听听你对学习计划的一些建议。对于学习计划，我的建议是明确和可行，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目标和时间安排，制定一个合理的学习计划。在计划中可以明确每天或每周要完成的番茄数量，以及每个番茄时间内要学习的内容。这个建议很好，明确的学习计划能让学习更加有条理和有目标。另外，我觉得学习计划应该有一定的灵活性，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完全同意。过于严格的计划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压力，而过于宽松的计划可能会让学习缺乏动力。在番茄工作法中，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调整番茄时间的长度和数量，这样能让学习更加适应自己的节奏。说得太对了。另外，我觉得学习计划应该包含多种学习活动，如听力、口语、阅读、写作等，这样能让学习更加全面和平衡。这个建议很实用，在番茄工作法中，可以为不同的学习活动分配不同的番茄时间，这样能让学习更加有针对性和效果。对，这点很重要。好了，我们已经聊了很多关于如何用番茄工作法来学习中文的内容，现在我想听听你对学习评估的一些建议。对于学习评估，我的建议是定期和多维度，可以定期评估自己的学习进度和效果，如每周或每月进行一次自我评估。在评估中可以考虑多个维度，如词汇量、语法准确性、口语流利度、阅读理解能力等。这个建议很好，定期的评估能让你了解自己的学习状况，发现自己的优势和不足。另外，我觉得评估应该基于具体的标准或目标，而不是模糊的感觉。完全同意。在番茄工作法中，可以专门安排一些番茄时间用来进行学习评估，如做一些测试题、录制自己的口语表达、写一篇短文等，然后根据预设的标准进行评分和分析。这个建议很实用，具体的评估活动能让评估更加客观和有效。另外，我觉得评估不仅应该关注结果，还应该关注过程，如学习的投入度、专注度、持续性等。说得太对了。在番茄工作法中，可以记录每天完成的番茄数量，以及每个番茄时间内的学习状态和感受，这样能更全面地评估自己的学习情况。对，这点很重要。好了，我们已经聊了很多关于如何用番茄工作法来学习中文的内容，现在我想听听你的一些总结和建议。总的来说，番茄工作法是一种非常实用和有效的学习方法，特别适合用来学习中文这种需要长期投入和坚持的语言。它能帮助你提高学习的专注度和效率，建立可持续的学习习惯，防止学习倦怠和放弃。完全同意。番茄工作法的核心在于工作和休息的交替进行，以及高度的专注。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和需求，灵活运用番茄工作法，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学习节奏和方式。对，灵活运用很重要。另外，我想强调的是，学习语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耐心和坚持。番茄工作法能帮助你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动力和热情，但最终的成功还是取决于你自己的努力和坚持。说得太对了，语言学习没有捷径，只有通过大量的输入和输出，才能真正掌握一门语言。番茄工作法提供了一个框架和工具，但真正的学习还是需要你自己去实践和体验。完全同意。最后，
我想说的是，学习语言不仅仅是学习词汇和语法，还包括了解文化背景和社会习俗。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可以通过番茄工作法来安排一些时间，专门用来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习俗等，这样能让你更全面地理解和使用语言。这个建议很好，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了解文化背景能让你更好地理解语言中的一些表达和用法，也能增加学习的趣味性和深度。对，这点很重要。好了，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关于如何用番茄工作法来学习中文的内容，希望这些建议和分享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用，也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们。是的，希望大家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在学习中文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学习语言是一段美妙的旅程，希望番茄工作法能成为你旅途中的好伙伴。